您要走了，你们要不要出来看看？酒帅也请了。走。兄弟们，按队按营上船，莫要慌乱。谷大哥，这是我孩子，来，多谢谷大哥成全。自此一别，天涯万里，再难相见。照顾好自己。月儿姑娘，照顾好自己。白一梅这个角色，其实你有一段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线嘛，所以这段故事在我们的剧情往后铺陈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小小的透露一下？关键的剧情我们先不说啊，就是你白一梅和我们的李成的这个爱情故事。白一梅跟李成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是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去不爱他。它更是像是一种基因上的选择，就是我对他是，有一些不可抗的吸引力，他对我也是。然后两个人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出现了，然后虽然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就心里的这一股爱，你没有办法去对他说不。所以就是情不自禁的要去追寻一个心中的理想的爱情，要去靠近他，想要跟他在一起久一点，再久一点。那相信其实，在整体的剧中还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以及各种转折。那我们就期待你们两个的角色在剧中的呈现了，好不好？啊，这是我们剧中的李成还有白一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剧的片段，其实每一个部分都特别特别的精良，大家在我们的 IMAX 的大荧幕上一看也非常的带入。想问一下导演，我们听说其实剧集整个的150天的拍摄周期，我们辗转了东北、浙江、上海、安徽、内蒙古，全国的5省进行实地的拍摄，是怎么想到要实地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戏它没有办法靠着虚拟棚把它拍掉，因为我们里边这个戏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框架和一个传奇的人物故事这么组成的。你要拍那个质感的部分，你肯定是要大山大水的来拍才可以，所以我们跑了这么久。就想想有意思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在现场换场的时候，我就想跟演员开个玩笑，因为刚刚到了横店，在东北特别苦，说现在演员最怕什么？
我说我要把演员都找过来，然后告诉他们我们要重新回到东北去拍摄，然后要把他们都吓死。然后我就马上说来把演员都请过来，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一下。然后所有人都来了，我说我们有点问题啊，有一场戏有错误，我们要回到东北重拍。然后现场所有人惊叫，然后除了小哥反应非常木然，看着我很久问哪一场啊？我说你怎么不害怕呢？他说我反正要演到最后一场的，对吧？他说你哪一场你告诉我就可以了。靠，没把他吓住竟然。所以那次是真把其他人都吓坏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拍摄的小故事。所以小哥当时内心的 OS 是什么？猜到了他在骗人，还是说没有，就是我平静的接受这一切。对，因为对，就像导演说的，我反正我是跑不掉的嘛，早拍晚拍去哪里拍，反正就是拍嘛。对，我只是想问一下，哪一场戏出问题了，需要整个剧组费这么大的周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要回去拍，我就想知道是哪一场戏，到底出了多大的问题？我们得全组飞回东北再去补镜头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也感谢导演选择了实景拍摄，所以呈现出来了很多非常贴近生活和有质感的镜头。说到应该说的是以在场除自己以外任意一个人的角色口吻安利大声一人。这我们一直觉得好难，是吧？哎，你学雅文？我们大生意人呢，必须要看，特别好看，你不看你就错过了。哇，掌声！朱亚文老师还是来了啊，在这儿呢。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李成老师和挺哥的终极对决。我直接抽了，不能再输了吧？直接让导演模仿。难说哦。还要扔是吧？扔。哇，3点。好，晨晨来了。来试试。有赢的。苏小姐果真手眼通天。对，手眼骰子安排到了最后啊。破局了。这是他内线，这是。哎，虽然手眼通天，最后有一些情商啊。好，来到我们李纯的这一题，看看你抽到的是什么？哦，来了，是吧？啊，不是。也不是。分别用一个词形容一下其他的几位主创。我就用词形容吧。好。导演，我就用非常来组词，非常有才华。白一梅是非常善良。一周是非常调皮。跟我想的一样。古平原是非常勇敢。哇。芊芊是非常性感。非常单纯。我是非常有钱。非常有钱。最好的给自己。其实最富的应该是苏小姐。哦，是的。你那些不动产主要是。我的不动产是你们呀。有道理。是不是？你竟然是苏小姐的不动产，算是她的存折之一吧。哎呀，苏小姐说花钱我不敢不花，主要是有这种。苏小姐一开口你就花了。对，是吧？来，我们今天最后一局，我们把掌声送给苏小姐啊！苏小姐大气，希望未来我们都可以沾苏小姐满满的欧气。那么接下来，其实今天非常感谢有很多的媒体老师们远道而来，我们也留到时间给到大家。刚才在1个小时的看片之后，各位豆瓣网友还有我们的豆瓣媒体老师们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的主创们提问，我们来先行发问啦。首先，哪位老师想来提问，可以帮我们举个手，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引导一下。哎，好，这边豆瓣的这位老师，我们工作人员要递个麦帮我们啊，谢谢。工作人员刚刚那个我抢过来了，对，然后导演好，主创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大生意人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着古平原这个角色展开的，然后由一个流放书生蜕变成一代商王，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导演认为这个角色最想传达给观众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以及就是怎么样想到让陈晓老师饰演这个古平原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实际上想传达给观众的内核是，一个人最大的生意是要把自己赢回来。就是古平原并没有想成为一代商王，他也不想成为超级富豪，他完全不想，他想回家种茶叶，他想按他自己想按照自己意愿中那样生活。最终他做到了，他通过40集的努力把自己给赢回来了，摆脱了其他人的限制，这个是很难的。在这个剧里面有高官有富商，但是高官被官职控制了，富商被钱控制了，只有他这个角色没有被任何东西控制，他还能回到家乡，去做他的简单的茶农。我觉得这是成功的一生，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挣了很多钱或者做很大官才成功。我觉得这个戏出来的是这种中国式的态度，对这个金钱是这样一个态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选择。至于为什么是他，实际上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当剧本出来那一刻的时候，大家获得的一个共同的看法说就是他，然后我们就直接找他，他也干净利索就认下来了，然后就这样了，就没有为什么，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戏总是有它的命运，大概是这样。谢谢导演，我们也谢谢这位豆瓣媒体老师的提问。那接下来还有哪位老师要提问？我们来传递一下麦克风啊，来。各位主韩老师好，我想提问一下，就是孙千老师，然后就是您在那个剧里面演的那个玉儿的那个角色，然后我觉得就是身为那个马帮的千金，有担当也有颜值，然后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你首先就是先抓住他的哪些特质呢？然后您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有做哪些就是准备，然后有什么就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角色，我现在还记得我在见导演的时候，我跟导演表达我对这个角色的喜爱，就是我首先是接到剧本，然后看到那几场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瞬间就记住了那几场戏的台词。因为我接触古装比较少，我自己其实对自己挺没有信心的。然后在过程当中，小哥也好，导演也好，还有纯姐，大家给予我的鼓励和信心是特别足的。然后到最后的最后，我是觉得自己真的像公主一样，就不仅是在戏里是马帮公主，戏外大家也很宠我，让我之前打消了那些不自信的状态。其实功课我觉得那些都是我们身为一个演员应该做的，那些没什么，主要是很开心能认识大家，能参与这部戏。非常融洽的剧组氛围啊！好，谢谢这位豆瓣的媒体老师。接下来下一位媒体老师在哪里？来，有请。你好，我想问一下陈晓小哥，然后小哥，你那个古平原在剧里有很多就是绝处逢生的时刻，哪一幕是您觉得最爽的？然后还有就是您觉得古平原最核心的破局能力是什么？绝处逢生的时候有很多。哪一幕是您觉得是最爽的那一次？这一下我还是，对，我一下还想不起来啊，有太多精彩的戏都绝处逢生。对，但是其实你们今天看的这个1个小时的这个片花呀，我昨天晚上我偷偷找工作人员要过来，我说我好久我就没有了解这个戏了，完了以后我想我也想先睹为快看一下，所以我昨天晚上其实就把你们今天这个1小时的我偷偷在房间里面看了一下，我就看到那个何非成杀降的时候啊，我一边看的时候我自己在房间我也在哭，就那一瞬间突然之间因为我已经演了很多次，我也为那一段戏我也哭了很多次了。但我看就是一个片花里剪出来的一小部分的时候，我一看的时候，我瞬间我就砰一下，我那个眼泪就一下就崩出来了。哎呦，那感觉，但是你说这算不算化险为夷？这不算，这叫无能为力，这是真的是无能为力的那种痛啊！我再看的时候还是会，就对我来说真的
很刻骨铭心的一场戏。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古平原就最核心的就破局能力，他能力挺强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很会抓住问题的主要的部分，然后他是一个上去，可以下到很下面，可以无止境的往下，就是他有一种很强，就我自己感觉啊，他有一种很强的洞察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就是说他在一片黑漆漆的空间里边，他能寻找到，比如这样有一点点微弱的光线，他能寻找到光源在哪儿，然后他能比平常的人要更快一步的找到光源在哪儿，然后他能意识到光源大概有多小。那如果只有这么大，现在我是过不去的。但是我要想到达那个光明，我就得把我自己挤压成泥巴，我要把我自己拍扁了，变成一坨泥，于是我就能进。如果缝隙再小一点，我不惜让我自己就变成血，变成水，我能过得去，但是我一定要奔向那个地方。他可以把自己变成很多种形状，我觉得这种能力是他身上的。谢谢小哥的分享，也谢谢这位豆瓣的媒体老师。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位豆瓣的媒体老师在哪里？老师这里。好。我想提问一下罗一舟老师，我们看到在上面。您好，在哪？好的，好的。我们看到超能力者李青，他在那个生意场上，他其实是依赖家族资源的，然后同时他也在试图摆脱长辈束缚自己，证明自己。然后这两个矛盾就会使得李青这个人非常的复杂，所以我想问一下，咱在饰演这个人物的过程中，你认为最难的点在哪里？然后你是怎么去突破这个难点的？谢谢。谢谢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他的人物非常复杂，你认为？非常复杂啊。第二个是，就是你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突破就是我为什么非常感谢，就是全剧组所有的老师对我的信任，把这个角色交给我的原因，因为这个角色要想演好，包括如何融入这个扎扎实实的长剧集里面，脱离现实是不可以的。再一个，确实这个李青所经历的很多经历，我作为罗一舟来说没有那个机会去体验。所以这里面就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还是最真实的去推敲他的底层逻辑。孩子对父亲，对于家庭教育，他有想证明自己的一面。那么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也被赋予他有更大的权限和更大的能力，调动当时李家的资源，来助他完成他自己的这个目标。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扎扎实实的推敲人物的逻辑，倒清楚人物的关系就行。然后第二个点，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对我来说可以是挑战或者一个新奇的体验，就是我演这个戏，就是说干一行爱一行，我演这个戏，我感觉我像跨行做了投行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里面从美术设计、情境设计、置景，包括所有的对白，好多东西都跟生意、跟钱有关。这5个月里面，基本上尽可能的让自己置身于一个李家财团大公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之中。所以其实这5个月对我来说，像是做了一次跨行入职体验吧。这个是对我来说既新奇又有挑战又比较难忘的部分啊。当了一回李氏银行的那个财务高管啊，对，别的没有，谢谢。体验了一把有超能力的感觉啊！是的，谢谢一舟，谢谢这位媒体老师。来，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位豆瓣的老师在哪里？好，这里有请。想问一下李纯，就是我们刚在看片花的过程中看到《大生意人》，它虽然是一部年代剧，但是您饰演的苏子轩这个角色，他的一些思想，即使是放在现代，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超前的，所以很想听听您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角色的呢？谢谢。谢谢你的提问。首先，我觉得苏子轩
他能跳脱出当时那个年代的思维，是因为他从小受到了不一样的教育，然后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他的思维方式和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能力也是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欣赏他的地方。然后就像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黑白通吃，我觉得黑白通吃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像有时候会带入我自己，就我个子那么迷你，站在一帮那个坏人面前，或一帮那个赌博的人面前，可能如果背后没有人、没有势力、没有钱和权，我可能就在那个环境里，我一定是被吃掉的。所以我觉得苏子轩很厉害，也非常让我敬佩的一个女性。这是我们李纯眼中的苏子轩。好，谢谢这位媒体老师。接下来下一位媒体老师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好，在这儿，有请。我想问一下韩芝老师，就是想问一下，剧中白一梅在那个剧中前后转变比较大嘛，所以想问她转变的契机是什么？然后在转变的这个过程中，有对她影响比较大的人吗？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李成。然后这个契机，我觉得是，就是生命中，你突然就碰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你跟他接触到了，然后发展了一段故事，然后你又想要回归平静，但是你发现就像一个平静的湖面，你往里边掷了一块石子一样，这个它就被打乱了。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归到认识他之前的那种状态了，所以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李成。也是因为李成的出现，影响了我们的苏子轩，影响到了我们白一梅的这个角色也在剧中有很多的呈现。也再次感谢这位媒体老师的分享。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豆瓣媒体老师的提问暂告一段落，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也要再次恭喜我们的大生意人的主创们通关成功，我们要来给你们颁发今天的惊喜小礼物啦！我们要送上我们的赢财大富翁的神秘称号，来，我们每人都有一份也希望今天所有到场的媒体老师们跟我们的台上的几位主创一起都可以收获满满的欧气，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和职场工作里可以收获好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面向前方来跟我们的媒体老师们拍一张照，拍一张合照。好，我们首先是舞台上的各位，我们可以把我们面前的这个翻身赢财大富翁的旗帜举起来，我们看向中间的关社老师，关社老师先帮我们举个手好。老师，你这个再往后来一点点，谢谢。好，来，3、2、1，好，大家看我这边，好，3、2、1。